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呢集同大家睇下啲出生率相關嘅新聞啦。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一直分析過，就話中國嘅出生率咧開始出現負增長啊。而有中國嘅經濟學者而家認為啊，人口負成長可能會持續到下個世紀啊，唔單止係會影響到勞動力嘅供給，更加會令到經濟成長係慢咗落嚟啊，就應該加速需求結構轉型，同埋增加投資人力資本去做一個應對。我睇完佢詳細講啲咩先啊。而中國嘅人口喺2022年出現負成長啦，呢一個咧係1961年到而家首次㗎。咁官方咧係試咗唔同方案，譬如育兒補貼、提供稅收優惠，希望就可以提高到呢個出生率，但係實際效果好有限啊。咁當然啦，出生率唔係我哋打機咁啊，按一個掣咧，即刻人哋就逼到個仔出嚟㗎。就算有呢啲政策出到嚟，人哋而家生小朋友咧係要規劃㗎。就算你一出政策，人哋即時中咗，你都要等佢10個月啦。咁所以呢啲政策唔係話而家做咗即時解決得到咯。咁根據第一財經嘅報導啊，前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嘅所長左學金啊，佢講到話人口變動嘅主要風險已經由人口數量過多同成長過快轉向咗持續負增長、極低生育率同快速高齡化。佢提到啦，而家佢哋借助人口模型嘅模擬結果發現啊，假設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由2015年嘅1.55線性成長到去2040年保持人口穩定所需嘅2.1，而之後保持不變，咁去到2097年人口負成長嘅趨勢先能夠逆轉。而由於中國嘅實際生育率已經係遠低過研究嘅假設啊，即係話生育率要喺2040年回到2.1嘅可能性係極之細啊。2.1係人口穩定所需嘅一個數字啊，即係話到人口負成長極有可能係持續到下一個世紀啊，即係話你要去到2100年啊，個人口先會回復翻正常啊，嗰個出生率。佢亦都提到話，人口同經濟活動向少數大城市集聚係一個全球性嘅趨勢。未來中國人口同經濟活動係將會繼續向沿海嘅3大城市群、沿江2大城市群同部分交通幹道經過嘅沿線城市聚集。而人口負增長嘅話，會有更加多嘅城市人口係會出現減少嘅，所以城市喺規劃房地產投資、能源、交通、通訊等等嘅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一定要有前瞻性，就要避免造成不必要嘅浪費啊！佢再進一步分析啊，人口負成長同高齡化將會對中國嘅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喺供給面方面，就會喺勞動力稀缺同成本上升呢2點出現，同埋儲蓄率仲有投資率都會下降。而經濟成長嘅主要推動力就由資本、勞動力等等傳統要素轉向創新同科技進步，經濟成長個速度亦都係會放慢。咁至於需求方面呢，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3重嘅衝擊啊！佢認為人口嘅品質同創新對經濟成長好重要啦，所以係需要加速需求結構轉型，加強對人力資本嘅投資。咁具體嘅方針呢，就包括係提高民眾嘅家庭收入同勞動收入啦，仲有就係減輕勞動者嘅稅費負擔，進一步改革基本社會保障制度，仲有公共財政嘅支出轉型，係引導擴大中國國內嘅消費支出，同埋需要加強嘅領域包括係有營養保健、教育、醫療、體育、文化等等。嗱，佢嘅方針呢，睇落就好似好美好，但係我哋細心咁諗，呢啲方針有冇機會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中國一直以嚟靠咩呢？係靠人口紅利啊！有人口紅利嘅時候呢，我哋係可以用一啲好低廉嘅成本就俾人入嚟開工廠，人哋甚至可以唔買機器。點解啊？因為人力平過買機，唔使投資，靈活隨時炒隨時換，
機器都仲要整啊，但係人唔怕啊嘛，你唔會全部人一齊死晒一齊病晒噶嘛，咁所以人力就係中國最大嘅資本啦。咁而家佢為咗提高家庭收入同勞動收入喎，咁即係話咧呢一個係兩面刀嚟嘅。點解呢？好簡單啦，你提高咗呢啲工人嘅收入，佢哋去生仔啦。但係對於呢啲外資或者商業嚟講，佢哋個成本亦都係上升咗。呢一個係非常之兩難㗎。咁外資係可以選擇佢一個成本比較低嘅地方去做啲咁嘅事啦，或者係將部分嘅產能移出中國啊。因為佢哋外資或者呢啲咁嘅企業呢，佢哋自己會計條數㗎。可能10年內我哋公司預測個經濟會點點點，然後我哋公司或者廠嘅規劃要去點樣分配產能啊，再加埋而家中美貿易戰啦，咁所以呢一點唔係咁容易做到咯。你試下而家嗰個人工再高啲，你睇下富士康仲會唔會投資咁多錢落嚟？再加上其實一開始我哋都講咗啦，呢啲人口政策唔係我哋而家卜咗取，佢係即刻可以改變得到，即刻生翻晒出嚟嘅 percent 數，其實係好難上到去啊。呢啲咁嘅政策呢，你話推咗出嚟好似好好咁，但係有唔少人呢，佢反向思維嘅。點樣反向思維呢？佢覺得哇，我而家生個小朋友啫，你有政策俾我，我可以輕鬆好多。喂，但係你轉個頭，你收翻呢啲政策，咁我咪俾你跣咗一鑊，咁啊變成好多人其實喺度觀望咯。你諗下，就算觀望啊，都觀望1-2年啦。咁然後大家嗰一個學歷越嚟越高啦，你讀完大學都23歲啦，有啲甚至24歲嘅。咁跟住你唔會讀完大學即刻結婚生仔㗎。咁你讀完大學，可能你儲1-2年錢，跟住先至睇下買樓生仔啦。1-2年錢都好快噶啦，有啲可能儲到28-30都未有錢買樓噶。咁跟住呢啲呢，等到30歲先結婚，結婚又唔係即刻生到喎。咁結果左搞右搞，去到30幾歲先生第一胎，你叫佢哋點樣再生第二胎、第三胎呢？咁可能變成只有嗰啲比較學歷低嘅人，佢會不停生咯，或者係早生。咁但係高學歷嘅就會好似我頭先講咁啦，大家就喺度睇啦。出生率呢件事最多咪影響到人工同埋個勞動力，人口紅利冇咗。但係其實大家唔好唔記得，樓市都同樣會受到影響㗎，都冇咁多人起咁多樓，起俾邊個住啊？就算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啊，大陸都有唔少鬼城鬼樓啦，呢啲鬼城鬼樓都冇人住㗎，咁樣都係供應過剩㗎。再加上頭先嗰個專家，我認為佢嘅分析係好合理嘅。佢講到未來人口係會集中喺沿海城市、沿江城市或者係交通樞紐，即係所謂嘅1、2線城市啊。咁啊大鑊啦！以碧桂園為例，佢嘅樓啊全部喺晒3、4線城市嘅3、4線城市嘅人湧晒去1、2線城市，咁變咗其實房地產咧，可能未來20年都唔會咁好景啊！有機會呢一啲嘅房地產神話咧係會拜拜嘅。咁當然，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嘅1、2線城市，我認為跌嘅幅度唔會太多。因為係大家都會湧入去1、2線城市度工作或者生活嘅，除非發生之前所講嘅一種情況，就係大家可以喺屋企嗰度工作，唔使再去1、2線城市啦。咁樣1、2線城市嘅樓價先會盡量同呢啲3、4線拉平或者跌少少咯。咁但係呢啲有冇可能呢？靠 AI 可唔可以令到你唔使工作呢？如果大部分人都唔使工作嘅話，符唔符合地球上嗰一班領導人嘅最大利益呢？咁呢個大家自己諗啦。好啦，咁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咯噃。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